当你被眼前的女高中生们穷追不舍时，而你却只能一味的逃跑，因为不只是他们想要夺走你的贞操，就连那些不存在于常规世界中的天使、恶魔、地灵、巨人、小鬼、蛮族，甚至是女外星人等等等等，他们都想要独占你，你必须迈开大腿，狠狠奔跑起来。好，大家好，这里首先本期的男主名叫师童教师，是个女子高中生里的教师。对他而言，这片校园并没有青春少年们所想象的那么华丽美好，被女孩子告白什么的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此时师童看向前面的两位女同学，喂，那边的同学，你们的裙子未免也太短了吧？好心的提醒却并没有换来感谢。两位女孩回头用着十分高傲和嫌弃的眼神看向师童，小个子老师你真是 kimoy。总之在辣妹校园里，师童貌似不被当作人看。明明我只想提醒他们避免被某些hentai偷窥什么的，现在却被这些少女们一味的嘲笑。在师童为此叹气时，旁边角落里一位双马尾少女正死死盯着他。隔天早晨依旧是那两位辣妹走在师童前面，说了也是白说，但毕竟自己为人教师啊，所以他出于好心再次提醒了那两位女孩，改得那么短小心感冒啊。两位女孩听到后转身看向他，好像会跟昨天一样如出一辙。然而辣妹们今天的发言有点奇怪，明明是为了让老师你高兴我们才穿成这样的。师童看到这样的画面，大脑立刻宕机，但内心早已汹涌澎湃，难以置信，这家伙竟然说是为了我。两位女孩看到师童被吓到的样子，只觉得他很可爱。面对180度的态度大反转，师童如临大敌，仿佛是乌鲁特曼 Jack 1v2的场景再次重现。我操喂！此时女孩们很主动地说着，只要是男主说啥他们都会听从。可是我可是 CC 啊。此时师童愤怒地说道，等会儿让他们前去办公室一趟。在不断的教育声中，突然师童被撞到了，他回头一看，居然是自己班上的女学生天童原美美子。对了，就是这种嫌弃的眼神才是正常的嘛。但下一刻，这个女孩怎么一脸羞涩地看着我，她很抱歉地表示自己没注意撞到男主了。女孩的抱歉就像是日落跑到东面了。不正常的一切使得师童立刻逃离此处。在赶往办公室的路上，女学生们都变得十分奇怪，个个都以约会的方式打算邀请师童 CC， 然后逐步发展成了所有的美少女们一拥而上。不是，明明昨天还把我当成陀螺抽，今天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在男主疯狂奔跑时，他注意到那个角落的双马尾少女，趁着其他女孩们还没追上来，师童悄悄摸爬到那个女孩所在的房间。此时女孩正疯狂捣鼓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她喃喃自语，嘻嘻嘻，只要师童 CC 抱过别的学生，就没有理由不抱我了，然后一定能发展到结婚那种程度吧。忽然师童踹开大门，呀巴里，都是你干的好事啊夜莺。他质问是不是这个女孩搞的鬼，但夜莺死不承认，被辣妹追什么的我怎么可能知道。随即师童抓起她疯狂摇晃，信不信我给你体育成绩直接变成1分。这个完全没有运动细胞的女孩，师童看到她之前很努力，所以也是给打了2分。给不懂大伙科普一下，在霓虹这个叫做综合成绩啊，每科1到5分，一共9科，满分45分。有些高中大学就会看这个成绩决定能不能报考，所以这个女孩对师童产生了爱慕之情，她哭着说想要和 CC 结婚。为此她在男主的肚子里装了一个给予辣妹好感的电波装置啊！怪不得我今天早上看见自己肚子上有个莫名其妙的伤口。师童愤怒的斥责双马尾少女别乱给人家身体里埋机器啊！妍妍觉得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男主就不会把她当成一个女人去看待。平常这个女孩一直想和师童卿卿我我，但她的行为也逐渐疯狂起来。不管怎样，师童遵守道德，你只是个孩子，还是我的学生啊！既然这样，夜莺可就毫无顾忌了，你不接受我，机器就绝不会关闭。明明是个天才，却总想着对付我。争执过后，夜莺还是听从了男主打算关闭这个机器啊，真是乖孩子呢。但当师童问向夜莺关闭没，机器却不听使唤，错误代码开始暴走了，而且还超出了他的管控。与此同时，房门那边出现了很多人影，他们不断敲击大门，连墙面都给整出裂痕了。刹那间，大批的美少女们如同烟花般在房间内散开，所有人都想抓住师童老师紧紧抱住。机器发出的电波已经完全无法停下来了，而且女孩们没有发生内乱，她们一致决定都要成为男主的新娘。在即将要被波涛汹涌淹没时，她直接强行破窗逃离了此处。现在师童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女子学院里一场猫抓老鼠的游戏开始了，每个女孩子们都出来寻找着师童的踪迹，她们已经忍耐到极限了。明明昨天还对老师毫无感觉，今天为什么这么想要得到他？而夜莺认为电波越强的话，自己就完全没机会拿下老师了。于是男主多了个帮手，其实是元凶。现在躲在泳池的师童已经被其他女孩们发现了，随即他浮出水面，又一次侥幸躲过了女孩子们的追击。做违背道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。但随着体内传出的电波越来越强烈，女孩子们都已经开始准备攻略老师的道具了。现在他躲在了学校的下水道里，已经没有能够藏身的地方了。校园里被堵得密不透风，此时的夜莺不断敲打键盘，他找到解决办法了，于是便跟师童电话联系。方法就是只要在30分钟内不被任何女生触摸到即可停止电波，而触碰到了机器就会加强电波。现在即使师童再怎么小心翼翼，他还是被上面的辣妹给发现了。竟然在这里吗？趁着其他女孩还在接收消息时，师童又一次大步流星全力奔跑，但没多久他就被学生们堵在校园天台上。面对束手无策的师童，他们个个都如狼似虎，仿佛一口就能吞下的那种。束手就擒吧，怎么办？现在身后是悬崖，身前是大批100米冲刺的学生，师童 CC 直接豁出去了。他为了不被辣妹碰到，选择跳了下去。我可不能随随便便把身体交出去啊！就这样，师童跳下楼，但好在有树枝作为缓冲，他并无大恙，只是衣角微脏罢了。楼上的女孩们格外生气，但就算被他们各种辱骂，我作为 CC， 至少你们
们能够平安成为大人就足矣了。况且肚子里机器距离关闭时间也仅剩几秒钟了。哟嘎达，又能被学生们当成垃圾了。可此时，其中一位女孩怒火攻心，她朝着楼下的老师大声输出傲娇语录：其实我们根本不在乎你，而且最讨厌你了。突然，少女还意外失足，不小心掉了下去。在这命悬一线之时，楼下有个人影直接飞奔过去。男主他用身体当做减速带保护了这个女孩，喜可喜救人一命，但自己就要遭老罪喽。眼影看着电脑屏幕里的电波越来越强烈，明明只剩1秒钟了，这下不完蛋了吗？当女孩还在为男主保护她而感到脸红时，殊不知男主体内的机器已经向校园外、城市外乃至宇宙之上疯狂发出电波。接收信号的外星人、蛮族、天使、恶魔、地灵、黑白无常、竞技的巨人国王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感觉到有一个男人必须要拿下，那就是师童 CC。转眼间，各种女孩子们全部来到男主的身边，只要是跟娜美属性有点相关的人都会感应这个电波。无奈之下，夜莺启动终极解决方案了。他说道：你想要解除电波的话，那就必须要让所有的辣妹真心喜欢上你，那样电波就会恢复正常了。不是你逗我呢？这几百万的辣妹你要让我一个人攻略啊？比隔壁超喜欢你的男主桃太郎还要猛烈吗？